各位朋友，還記得我判斷嗎？我說這個中國呢，自從6代機問世以後呢，是到了一個科技大爆炸的一個時點了。這兩天呢，外國的軍事媒體又透露出來了一個驚天大消息，說中國呢正在加速研發一款全新的隱身空射巡航導彈，主要為歼20、殲35、5代還有6代隱形戰機量身打造。這個消息呢，他們稱呢，說是這款導彈呢隱身性全覆蓋，超遠程的續航能力，支持內置彈艙，被稱為世界上最先進的隱身空射巡航武器。到底是个什麼樣的東西呢？從導彈的尺寸到性能參數，再到隱身技術的應用呢，這些呢都體現出了中國航空武器裝備的技術革命。很多的西方的軍事分析人士更指出呢，這個導彈的推出不僅彌補了中國在隱身遠程打擊領域的短板，還可以讓美軍的同類裝備呢全面會失去技術優勢。根據外媒的披露呢，這款導彈的長度呢不超過4米，直徑呢大約在 0.85 米以下。它的體型設計呢似乎與殲20、殲35的內置的彈艙規格高度吻合，每架戰鬥機理論上至少可以內置2枚。更重要的是內置這個關鍵詞兒，中國的新型導彈呢能夠完全隱藏在戰鬥機的內部，避免任何使用外掛的情況，而外掛武器帶來的外形暴露的問題，在隱身戰機的任務中是影響極大的。相比之下呢，美軍目前裝備的同類型的巡航導彈 AGM-158 卻只能使用外掛的掛載方式，這使得它在 F-35等戰機的關聯使用中呢，不可避免的會暴露雷達的反射截面，從而極大的增加在高威脅環境中被發現的風險。這款新導彈的射程呢，同樣也讓這個西方的軍事家刮目相看。消息稱呢，這個導彈的打擊範圍超過1300公里，不僅大幅的超過了美國 AGM-158 不足1000公里的水平，更實現了遠程打擊與隱身兼顧的特點。從性能設計上看呢，這款導彈可以在敵方的防空圈之外發射，並精準的命中目標，無需讓這個飛機呢冒險貼近敵方的火力覆蓋區。有人或許質疑其速度不足，因為這款導彈僅為 0.75 馬赫的亞音速飛行，但實際上呢，亞音速的這個設計正體現了現代防區外打擊武器的發展邏輯。速度略有犧牲，但換取的是更低的雷達暴露、更高的燃油效率和更高的飛行距離，這能夠幫助戰鬥機在執行任務時呢，靈活性更進一步。從隱身的設計上來看呢，這款導彈的技術也堪稱下了一番繡花功夫。其導彈的結構融合了多種隱身的優化設計，包括折疊式的小彈翼、微型的尾翼及鋸齒狀的尾噴口。這些設計一方面讓導彈在彈艙內能以最小的體積收納，另一方面呢，大幅度的降低了導彈被雷達發現的概率，同時呢，也能壓低紅外信號，從而在打擊時呢獲得戰略優勢。這種技術路線呢，尤其是折疊彈翼的應用呢，曾長期被美軍壟斷，而如今呢，中國已經出現了與之比肩的技術實力。透過這款導彈，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已經實現了從跟跑到並跑，到現在甚至是領跑的一個技術跨越。而美國軍方在這類武器研發上的短板呢，則顯得無奈了。這個美軍呢，缺乏一款類似中國新型導彈的遠程隱身空射武器，除了在技術上的階段性滯後以外呢，也與歷史研發投入的決策失誤脫不了干係。回顧 F-22 的研發時期，蘇聯的解體呢，讓美軍對5代機的發展前景產生了一些盲目樂觀的誤判。
配套的隱身空地導彈的項目呢，因此被擱置。一旦失去了冷戰壓力的推動，美國的主攻方向轉向了航程要求較低的近程的配套武器，這顯然沒有能夠迫使其深入的考慮更遠的打擊距離內的隱身的需求。當歷史呢進入了 F-35 的研發階段，美軍的設計理念呢再次受到了限制。為了追求三軍的通用性， F-35 的彈倉設計被強行壓縮成可以投放小型炸彈的通用規格。換句話說，這種設計呢無法容納一款性能卓越的大型的遠程隱身導彈。如果使用 F-35 的外掛導彈呢，隱身性能就會大打折扣。然而呢，這一弊端直到防空系統技術進步當下才逐漸的暴露出来。尤其是近年來先進的防空技術取得突破，更让美軍的外掛式的巡航導彈模式呢可以說是問題重重。在過去，F-35 面对对手的防空火力時呢，可以透過外掛武器的方式依賴空中優勢迅速打擊目標，但隨着防空雷達探測能力與攔截速度的提升，外掛狀態的戰機基本難以在敵方的火力網內生存。這種弱點加速暴露的環境下呢，美軍如今也開始意識到其裝備體系空白的嚴重性，卻已經很難在短時期內研發出能夠完全替代的裝備了。成本問題、後續的投入不足，再疊加5代機研發周期長等現實的困境，都讓美軍在隱身、遠程空射武器領域的差距呢，正急速的被中國給拉大。而對比美軍呢因發展路徑帶來的无可奈何，中國推出這款導彈的背後必要性也更加清晰。5代隱身機最大的價值就在於雷達隱身能力，而這種優勢只要搭配武器一起發揮，才能夠既能隱身又能打擊敵方的核心。這對裝備的整體的完整性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在以往的戰機操作中，當隱身飛機必須開彈艙進行近距離的投彈的時候，就會短瞬間暴露自身的位置。海外的軍事媒體反覆提及的案例就包括 F-35 在中東投彈任務中因為彈艙開啟導致被雷達鎖定的局面。這種短暫的暴露在高對抗下無疑會引發嚴重的後果，而中國直接針對這類問題突破關鍵的制造難題，完成殲20等戰機與新導彈體系的無縫融合，正是為了徹底的避免類似的場面。新型導彈不僅僅是一次技術側的爆發，也是中國遵循隱身體系發展規律的一環。在激光制導炸彈、大射程的空導彈等性能逐步達到國際領先的水準以後，中國順勢推進隱身導彈的研發，既能體現了裝備技術的逐步遞進，也在未來軍事需求呢做技術準備。這種發展模式的整體性呢，正是保證了中國空軍深遠打擊能力能夠不斷提升，不受環境限制的根本原因。当然，這款導彈也僅僅是中國航空裝備體系技術擴展的一個項目。放眼更大的航空技術領域，無論是高空高速的無人機、隱身無人機，還是與美軍在技術競爭中實現突破的彩虹七隱身無人系統，甚至是在更複雜的高超音速領域，中國都展現出了強勁的實力。到了2030年，各項裝備的使用模式一旦更加的成熟，將進一步的鞏固中國在隱身戰機和隱身武器組合上的領先局面。屆時中國的航空力量無疑將對美國形成一種綜合的代差。這款導彈的面世既驗證了中國技術的成熟，也揭示出傳統強國美軍在裝備升級上的一些羈絆。隨着隱身空射導彈方向的逐步明確，可以預見中國正在全球領先的制空、制地、制海作戰體系邁出穩定的步伐，而新導彈呢，無疑會讓這一體系更加完善。中國呢，目前呢，在這個軍事領域裡邊
有很多的前沿的領域已經完全超過美國了，還有一些領域呢已經持平了當然也有一些落後的領域，但是越来越少了。我觉得过不了2年这個全面的就應該超越美國的軍事技術了。到那個時候是不是才是對外動手的那一天呢？讓我們拭目以待吧，早點到來吧。點個訂閱，下期再聊。